据统计，仅在过去1年，泰国的演艺活动因安全事故取消的就超过了15场，而马来西亚因艺人签证政策调整，直接缩水了超30%的演出活动。现在70万的亚洲乐迷正在集体迁移，迁移去哪儿？一个新的文旅舞台——新加坡。这其中，中国原创音乐节品牌泡泡岛音乐节今年首次亮相新加坡圣淘沙，掀起了一场属于东南亚的新风潮。那么，究竟是什么让新加坡从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泡泡岛音乐节又如何成为东南亚文旅升级的代表案例？我们接着往下看。第一章，泡泡岛携中国 IP 改写规则。你可能没有听过这个名字，但泡泡岛音乐节早已风靡中国，成为当代年轻人最喜爱的音乐文化 IP 之一。而今年，它首次走出去，不仅选址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更成为首个获得新加坡旅游局官方认证的中国演艺 IP 活动。背后的意义非凡，不仅是简单的音乐节，它承载着中国与东南亚之间文化交流的新突破。尤其是今年恰逢中心建交35周年，泡泡岛音乐节更像是一场文化软实力的深度输出。创娱无界的合伙人陈宇农在采访中透露，他们希望通过泡泡岛验证中国独有的演艺加文旅模式，为新加坡注入全新的流量，同时也让世界更深入了解中国青年群体的独特文化。这还是第一次我们看到一个单纯的音乐节被赋予这么大的使命，所以它到底有多特别？不仅仅停留在演唱会的层面，它正在改写亚洲文旅和娱乐市场的新规则。让我们接着往下看。第二章 Z 世代的新迁移。随着泡泡岛音乐节来到新加坡，超过70%的观众竟然是专程跨城甚至跨国而来。其中来自中国、日韩的乐迷占比最高，而西马本地的支持者也有显著增长。更值得注意的是，22%的观众选择在新加坡停留超过3天，甚至不少人计划将音乐节作为他们年度旅行的核心目的地。那么，这些跨国年轻人究竟是什么样的群体呢？我们用数据洞察发现，他们几乎全都具有高消费力加年轻化的特点。62%的观众年龄在24岁以下，平均月收入在5000到2万元之间，而他们表示愿意为深度体验支付更多。这和传统的纯场地型音乐节完全不同。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了一个痛点迁移的趋势：泰国频发安全事件。圣淘沙作为国际旅游中心，具备一站式安保体系，为乐迷提供更高保障。马来西亚的阵容缩水，而泡泡岛音乐节直接带来了蔡徐坤、GF 这样的顶级明星阵容。与东南亚其他国家区别，新加坡并不局限于单一的演唱会体验，它提供的是音乐加艺术加美食的复合场景。很明显，泡泡岛不仅是一场音乐盛事，它正在重新定义整个东南亚年轻人群的消费行为。为什么这些人把新加坡当作首选目的地？我们接着往下看。第三章，文旅联动圣淘沙的沉浸式体验。这里是圣淘沙名胜世界，一个被本地人称为新加坡文旅的掌上明珠的地方。而如今，他通过泡泡岛推出了一套史无前例的沉浸式体验。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来圣淘沙的乐迷们一天的行程是这样安排的：日间，他们打卡新开的海洋生态馆，零距离感受海洋生物的魅力；傍晚，他们与泡泡岛主理人市集互动，发现来自全球创意品牌的潮流商品；夜间，他们进入音乐节狂欢模式，享受70万乐迷共享的顶级文化盛宴。回到酒店，迈克尔酒店特别推出的音乐节套餐更让他们有专属福利，用最舒适的环境完成一天的体验。它的经济逻辑其实很有意思，通过更低的音乐节票价吸引人口，同时通过延长停留时间拉动增量消费。根据旅游局的预估，这样的模式将为新加坡旅游业带来数亿美元的消费增量。你感受到这个地方的魔力了吗？想知道这些体验如何实现无缝衔接？我们继续往下看。第四章，国际基建优势如何保障 IP 落地？当然，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新加坡强大的基建优势。以圣淘沙名胜世界为例，它是完全国际级设施与运营能力的体现。每年这里接待超过2000万游客，而从泡泡岛音乐节的筹备来看，这里几乎是零磨合。为什么能做到？首先是硬件国际化，圣淘沙拥有顶级场馆，无论是舞台设施还是住宿酒店群，都能支撑大规模活动的落地。其次是一站式政策支持，例如对中国游客的免签政策，大幅推动跨国流量汇聚。最后是文旅产业多点开发联动。圣淘沙不仅仅是一个场地，它探索深度消费链条，让 IP 的影响力完全放大。泡泡岛正成为中国文旅模式落地东南亚市场的最佳试验田。想知道它还会继续带来哪些行业改变？让我们接着分析最后的升华。第5章，东南亚青年文化枢纽的崛起。随着泡泡岛音乐节落地圣淘沙，新加坡正在书写属于东南亚的青年文化新篇章。相比曼谷因安全争议而频频受挫，吉隆坡因政策枷锁而裹足不前，新加坡则用扎实的国际化基建和多样文化场景吸引全球年轻人的目光。这是一次属于整个亚洲的文化升级，而泡泡岛只是一个开始。
在未来，我们将看到更多像这样的中国 IP 走出去，与东南亚共同打造新的文化枢纽，激发更多跨国公民。如果你有机会体验一次泡泡岛音乐节，你会不会选择圣淘沙这个地方？在评论区告诉我们你最期待的艺人是谁，或者分享给你的朋友，一起决定下一次旅行目的地。同时，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这里有更多关于新加坡旅游内容以及亚洲文旅新趋势。下一期，让我们继续探索更多可能。泡泡岛音乐节，音乐与旅游新融合，马上预定你的专属体验吧。